剧可以不追，恋爱可以晚谈，但如此迷人的如烟，你怎么能错过？好看记得按赞关注。我叫柳如烟，前是因为去见了白月光一面，可是白月光只是让我错过了真正应该珍惜的人。季伯达，导致季伯达最对我感到失望而离开。我总以为自己对伊藤诚的执着是真爱，直到最终失去了一切，才明白自己犯了多大的错。后来因为季伯达受够我而决定要离开我到国外去，我本来以为他说离开只是吓我而已，没想到是真的离开。我也因为他的离开而暴瘦10公斤，直到有一天出国出差遇到了他，后来我拼命向他道歉，求他给我一次机会。可是他跟我说他要准备结婚了，我有如晴天霹雳。后来我觉得人生已经没有意义了，最爱的人也已经结婚了，决定自我了结生命。伯达，也许只有另一个世界我们才有机会重逢。从悬崖坠下的那一刻，可当我再次睁开双眼时，竟然重生。如今命运给了我重来的机会，这一次我不会再让爱错过。我决心放下过去的执念，勇敢追回属于我的幸福，追回季伯达。在我冰冷的意识中，我只感觉到一阵彻骨的寒意，仿佛海水吞没了我的生命。然而当我再次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不再置身于深海，而是回到了熟悉的卧室里，这个我和季伯达曾经共同生活的地方。怎么可能？我居然还活着！我坐起身，感受着身体的温度和跳动的心脏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这间房间还停留在我们9周年纪念日前的状态。时间彷佛倒退了一切。我走到镜子前，看到镜中映出的自己，年轻了许多，正是我事业刚刚起步的那段时间。记忆中的痛苦、悔恨和季伯达离开的景象一幕幕浮现。我知道自己重生了，带着前世的记忆。季伯达的坚定眼神，他离开的背影，自己临死前的绝望，都历历在目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心里涌起了一股强烈的念头：这一次，我不会再错过你，季伯达。重生后的我知道，季伯达是我生命中唯一真正的爱人。我清楚自己过去的错误，对牧尘的执念，最终让我失去了最珍贵的人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让同样的错误毁掉我的未来。我翻开手机，看到季伯达此时还未发现我心中的隐秘，依旧对我满怀爱意。我决定不能再拖延，必须主动采取行动。傍晚，我特意提早从公司回来，亲自下厨为季伯达做了一顿晚餐。当季伯达推开门，闻到飘散的饭菜香味，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情。今天怎么有时间做饭？他一边换鞋一边轻松地问道。我迎上前，轻柔地替他接过公事包，笑着说：这段时间我太忽略你了，总觉得工作重要，但后来发现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之间的感情。季伯达微笑住，坐下来看住我忙碌的身影，眼中流露出温柔。其实我一直都不需要你为我做太多，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好，他轻声说道。我内心泛起一股暖流，我走到他面前，拉住他的手，柔声说：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学会平衡，学会怎么更好的爱你。几周后，我接到了牧尘的电话，他刚回国，和从前一样，试图联系我。我握紧了手机，脑海中浮现出前世那些让我失去一切的画面。我知道自己必须做出一个决定。我约了牧尘在咖啡厅见面。当牧尘笑着走向我时，我的眼神却冷了下来。嫣嫣，真没想到你还记得我。牧尘温柔地说道。我沉默片刻，深吸一口气，平静地说道：牧尘，这次见你是为了彻底和过去告别，我们之间不再有任何联系。我的话语如同冰冷的刀刃，斩断了我和牧尘之间的最后一丝情感羁绊。牧尘的脸色骤变，他从未想过我会如此决绝。然而我没有给他机会解释，转身离开了咖啡厅。我的内心坚定，为了季伯达，我必须彻底放下过去。自从那晚之后，我开始注意季伯达的每个细节。我留意到他下班后的疲惫，时常会为他准备好一杯热茶，替他按摩肩膀。我不再让工作压得我喘不过气，开始分配更多时间陪伴季伯达。每当他与我谈论工作中的烦恼或分享一些小事时，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心不在焉，而是用心倾听并给予鼓励。有一次，季伯达正在书房里工作，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去，看到他眉头紧锁，似乎在为某个企划头疼。我没有打扰，只是默默走到他身后，轻轻地按了按他的肩膀，轻声说：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我给你准备了点点心。季伯达微微抬起头，看住我，眼里闪过一丝惊讶与感动。你怎么知道我需要休息？他问道。我笑着说：你是我最重要的人，你的一切我都看在眼里。这句话让季伯达心头一暖，他的紧绷情绪也随之放松了下来。我深知过去的我在事业上过于强势，忽略了季伯达的感受。这一次，我决定不仅在生活上给予季伯达更多的关爱，还要在精神层面上与他站在同一条战线上。某天，我无意中听到季伯达谈起他的一个事业梦想，那是他一直渴望实现却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去追求的事。我听后，当晚便开始思索如何帮助他。我知道支持他实现梦想，比起任何物质上的付出，都能让他感受到我的爱。第二天早晨，我在早餐桌上主动提起这个话题。季伯达，我在想，你之前说的那个梦想，如果你真的想去做，我会全力支持你，无论是时间还是资源，我都会帮助你。
季伯达愣了愣，没想到我会这么认真地关注他的梦想。你真的愿意支持我？他的声音带着惊讶和一丝试探。我温柔地看住他，握住他的手说，当然，这是我们的未来，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实现你心中的愿景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的细腻关怀渐渐让季伯达感受到了我的深情。我变得更加贴心，会在他加班时悄悄送上一杯咖啡，会在他早起工作时准备好早餐，甚至会记住他不经意提起的小事，让季伯达感受到我无微不至的爱。有一次，季伯达突然发烧，身体不适，我马上请了假，全心全意照顾他。我整晚守在床边，为他换湿毛巾，测量体温，直到他的病情有所好转。季伯达看着为他忙碌的我，心中充满了感动。其实你不用这么辛苦的，我自己也可以处理好。他低声说道。我握住他的手，眼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。你是我的全部，我怎么能不照顾你？然而，我心里明白，光靠付出还不够，爱情总会面临挑战。我知道自己和季伯达的感情需要更多的理解与包容。这一切的改变不仅仅是我对季伯达的爱情表达，还需要让季伯达知道，我比以前更加珍惜他。某天，季伯达因工作问题感到沮丧，情绪低落。在以往，我可能会忙于自己的事业而忽视他的情绪，但这一次，我主动问他发生了什么，耐心地听他倾诉。我只是觉得自己有时候无法控制工作上的事情，很多决定好像都在别人手里。季伯达的语气带着无力感，我看着他，眼里满是理解。我明白你的感受，这种无力感真的很难受。我停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，但你要知道，我永远站在你这边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。季伯达看着我的眼神，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。这是他所熟悉的我，但又与以往不同。我不再只是那个事业心强的女人，而是更懂得关心、包容他的伴侣。随着我们的关系日渐稳固，季伯达的心里开始变得更加复杂。他逐渐意识到我的变化，不禁怀疑这些改变是否真的是出于我的心底。他有时会下意识地试探我，看看我的反应是否真心。有一次，季伯达故意提起了过去沐晨的事情，想看看我的反应。他问道，你还记得以前和沐晨的那段时间吗？我其实一直很好奇，你那时候是怎么想的？我听到这个问题，心里一震。我知道这是季伯达对我的试探，但我并不慌张，反而坦然面对。我当时太年轻，对很多感情问题处理得很糟糕，现在回想起来，真的非常后悔。沐晨已经是过去式了，对我来说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。我的语气坚定，目光中充满了对季伯达的爱。季伯达沉默了片刻，眼中闪过一丝感动。他知道我是真心想要挽回这段感情，于是他点了点头，笑了笑说，我相信你。某个宁静的夜晚，我和季伯达一起散步，月光柔和地照在我们身上。我突然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深深地望着季伯达。季伯达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我的声音带着一丝柔情与紧张。季伯达看着我，眼中流露出关切的神情，心里也隐隐期待着我的话。这段时间，我真的有很多感悟。我发现，爱一个人不仅仅是口头上说说，还需要用行动去证明。我低下头，紧握着他的手，感受着他指尖的温度。我希望能够在你身边，陪伴你，支持你，让你感受到我对你的爱。季伯达的心中一阵暖流，我的眼神中透出真挚的情感，让他不禁想起曾经的种种。他紧紧握住我的手，心中浮现出一股感动和渴望。你知道，我一直都在等着这一天。我希望我们能够重拾我们的感情，不再有任何隔阂。我的眼里闪烁出泪光，我用力点了点头，声音低沉而坚定，我会全心全意地爱住你，永远不再让你受到伤害。随着彼此感情的加深，我决定为我们的未来制定一个共同的目标。我提议道，季伯达，我们不妨一起规划一下未来的生活，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，这样我们可以一起努力。季伯达听后，眼中闪过一丝欣喜。你是说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实现彼此的梦想？对，我希望能够成为你最坚强的后盾，无论你想追求什么目标，我都会陪伴你一起走下去。我的话语充满力量，让季伯达感受到我对未来的期待。我们开始共同制定计划，我主动提出参加季伯达的工作活动，并计划未来的旅行。这些小细节让季伯达感受到我对他和他梦想的支持，内心逐渐打消了对过去的疑虑。在这段共同努力的过程中，我开始重新找回与季伯达之间的浪漫。我特意安排了一次小型的惊喜约会，选择了一家他最喜欢的餐厅。当晚，我穿上了那件他曾赞美过的红色连衣裙，烛光下的我显得格外迷人。季伯达走进餐厅时，看到眼前的一切，惊讶地张大了嘴。哇，你真的做到了！他的心中充满了感动与惊喜。今晚的主角是你，因为我想让你知道，你在我心中是多么重要。我的眼神中充满柔情。晚餐中，两人愉快地聊着，分享着彼此的梦想和未来的计划。我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对季伯达的爱，让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。我在心里默默发誓，这一次我绝不会让他再受伤害。然而，当我们的感情逐渐升温时，外界的挑战也悄然降临。某天，
我在公司偶然遇到了沐晨，他的出现让我的心中掀起了波澜。沐晨依然对我心怀不舍，试图以旧情重新接触我。我知道你过得很好，但我想我们之间的情谊不能就这样结束。沐晨的语气里带着几分哀伤，我心中一紧，但我坚定地回应：沐晨，过去已经是过去了，我不想再回到那个阶段，你的存在只会让我想起我曾经的错误。沐晨神色黯然，却又不甘地说：可是我一直在等你，希望有一天你能回到我身边。我的心中充满矛盾，但我迅速回过神来，心里只有一个信念：我已经有了季伯达，不会再被过去所牵绊。随着我和季伯达的感情日渐升温，过去的阴影却再次浮现。沐晨始终无法接受与我的结束，时不时的用各种方式纠缠我，让我感到困扰。每当我走在街上，甚至在工作中，总能看到沐晨的身影，甚至有时会主动来找我。这些情况不禁让我感到无奈。某天，我在公司忙碌的时候，沐晨再次出现在我的办公室，面带笑容，却让我感到一阵不安。嫣嫣，我们能不能再聊聊？我真的很想知道你最近的情况。他的语气里带着几分柔和，但隐藏的压迫感却让人不安。我无奈的摇头，坚定地说：沐晨，我已经告诉过你，我和你之间的过去已经结束，我现在的生活很幸福，我希望你能尊重我的选择。就在此时，季伯达刚好从外面走进来，看到沐晨正在与我谈话，眉头一皱。虽然心中对沐晨感到不快，但他深知我的坚定，并相信我不会轻易动摇。季伯达走上前，冷冷地对沐晨说：你还来纠缠柳如烟，是想怎样？沐晨嘴角勾起一抹笑容，心中却充满了阴险的计算。我只是关心柳如烟，你不需要这么激动。然而，沐晨不甘心就此放弃，心中盘算着一个恶劣的计划。他开始暗中威胁季伯达，试图用各种手段来恐吓他，甚至找到季伯达的工作进行打击。沐晨不断试图让季伯达感受到自己的威胁，企图让他放弃对我的爱。某一天，季伯达在公司收到了来自沐晨的电话，对方用冷酷的语气告诉他：如果你不想你的事业受到影响，最好让嫣嫣回到我身边，否则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季伯达听后心中怒火中烧，他知道沐晨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伤害自己，企图操控我的感情。他心里更加坚定，我的爱是他不容触碰的底线。季伯达回到家，向我坦白了沐晨的威胁，眼中充满了愤怒与无奈。他竟然这样对你，我真的不明白他是怎么想的。我听后，心中燃起一股怒火，对沐晨的所作所为感到无法容忍。我明白，必须给沐晨一个痛快的惩罚，让他彻底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。我约了沐晨在一个偏僻的咖啡馆见面，心中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当我看到沐晨坐在角落时，心中燃起一股勇气。沐晨，我们必须谈谈。我冷冷地坐下，眼神中透出一种不容小觑的坚定。沐晨看到我的态度，微微一愣，却依然故作轻松。嫣嫣，这么久不见，你的变化真大。我直视他的眼睛，毫不避讳地说：你这样不断纠缠我和季伯达，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。我希望你能明白，我已经做出了选择。你的威胁对我没有任何作用，我会捍卫我和季伯达的爱情。我的话语如同钢铁一般，让沐晨愣住了，眼神中闪过一丝不安。我继续道：如果你再用任何手段来伤害我们，我不会手下留情，我会让你在这座城市里消失，永远无法再出现在我面前。沐晨的脸色逐渐变得阴沉，他意识到我不再是从前那个容易被操控的女人。我的变化让他感到不安，但内心的骄傲却让他不愿服输。我则毅然站起身，留下了一句话：希望你能听进去，否则我会让你后悔。我转身离去，心中充满了决心。回到家中，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季伯达，眼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。我不会让沐晨再干扰我们的生活，我已经告诉他我不会屈服。季伯达握住我的手，眼中满是感动与信任。我相信你，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我们一起面对未来的一切。我的心中涌起一阵暖流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心中有了新的计划。我决心让这段感情更加深厚，绝不会让任何人干扰我们的幸福。经过沐晨的威胁事件后，我与季伯达的感情越发深厚。每当夜晚来临，两人总会坐在阳台上，互诉心声，分享彼此的梦想与未来。季伯达开始越来越依赖我，感受到我的真心付出。有一天，我带着季伯达去了一个我们曾经共同憧憬的地方，一片美丽的海滩。当我们坐在沙滩上，听着海浪拍打岸边的声音时，我认真地看住季伯达，语气中满是柔情。季伯达，我希望我们的未来可以一起建立家庭，无论遇到什么挑战，我们都能一起面对。季伯达的心中感到一阵感动，握住了我的手，深情回应。我也希望如此，和你携手共度一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决定主动向季伯达求婚。我知道自己的心中充满了对他的爱，也明白这是我必须做出的承诺。于是，我开始着手准备一个惊喜的求婚计划。在我们相识的纪念日那天，我精心挑选了一个浪漫的餐厅，并提前布置好了一切。我
我准备了一枚美丽的戒指，心中充满了期待与紧张。当晚，季伯达在烛光下惊喜地看住眼前的一切，眼中闪烁着疑惑与期待。嫣嫣，今天是特别的日子吗？我微笑住，心脏砰砰直跳。是的，这一天我想告诉你，无论未来如何，我都想和你携手共度每一刻。当季伯达听到这些话时，心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幸福。他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眼中闪烁着激动的光芒。嫣嫣，我也是。我掏出戒指，轻轻地单膝跪下，眼神中满是坚定与期待。季伯达，你愿意娶我吗？让我们一起走过接下来的每一天。季伯达愣住，眼中流露出感动的泪光。我愿意，他毫不犹豫地回答，将我拉入怀中，心中充满了爱与幸福。我们的求婚在众人的祝福中圆满结束。我和季伯达的心灵在那一刻达到了新的高度，周围的亲友们都纷纷祝贺，气氛变得格外热闹。我感受到的不仅是季伯达的爱，更是对未来的期待与信心。我们手牵着手走出餐厅的那一刻，月光洒在我们身上，仿佛在祝福我们的爱情。我回想起过去的种种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自己努力争取来的。嫣嫣，未来的每一天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季伯达柔声说道，眼中闪烁着爱意。我微笑住点头，心中暗暗发誓，无论未来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让季伯达失望。我要用自己的全部去守护这份爱情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与季伯达开始筹划我们的婚礼。每当我看到季伯达忙碌的身影，心中总是充满了无比的幸福。我们共同挑选婚礼的细节，从场地到花卉，甚至是婚纱的款式，两人的心越来越近。某一天，我主动提议去旅行，为即将到来的婚礼放松心情。季伯达欣然答应。我们来到了海边的度假村，享受着阳光、沙滩和彼此的陪伴。在海滩上，我赤脚踩在沙子上，开心地笑着。季伯达拍下我的笑容，心中暗自发誓，要让我的每一天都充满这样的快乐。婚礼准备进行得如火如荼，然而我心中始终有一个念头，我要重新夺回在商界的地位。重生后，我对工作有了更深的理解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因为感情而忽略自己的事业。我开始积极参与公司的各项事务，努力推进新的项目。季伯达在一旁支持我，两人之间的信任与理解愈发加深。我知道，事业的成功能让我们的婚姻更加稳固。然而，沐晨并未完全消失，他依然在暗中监视住我，试图寻找机会重新介入我的生活。某天，我收到了一封来自沐晨的信，信中充满了挑衅的语气，甚至威胁我如果不和他联系，就会对季伯达下手。我心中怒火中烧，立即告诉了季伯达。季伯达听后，眼神中流露出坚定的信任。我告诉他不必担心，他也相信我，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这份信任让我感到无比温暖。我决定给沐晨一个了结。我约沐晨在一个僻静的地方见面，面对面的告诉他，我不会再被你威胁，你的所有行为只会让我更想断绝与你的联系。沐晨的脸色变得阴沉，他没想到我会如此坚定。他试图用柔和的语气试探，嫣嫣，我们曾经是那么亲密的朋友，我们还可以再重新开始。我斩钉截铁地拒绝，不，你我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我只希望你能从我的生活中消失。沐晨的阴影却始终存在，直到他开始以更加激烈的手段进行威胁。某晚，季伯达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沐晨的骚扰，沐晨直言要让他感受到惩罚。你想保护嫣嫣，我会让你知道，这并不容易。沐晨冷冷地说道，眼中闪烁着恶意。季伯达面对威胁却没有退缩，眼中充满了信心。无论你怎么威胁，嫣嫣都不会让我受到伤害，嫣嫣会保护我。沐晨的手段愈发卑鄙，但我早已做好准备，坚定地站在季伯达的身边。我知道，我必须断绝与沐晨的所有牵连，才能真正保护自己与季伯达的未来。我再也忍无可忍，决定给沐晨一个重大的惩罚。我找到几个曾经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协助揭露沐晨的真面目，让他在商界中失去信誉。经过一番准备，我最终向媒体披露了沐晨的种种不法行为。这一举动瞬间让沐晨成为众矢之的，他在商界的地位瞬间崩溃，再也无法对我和季伯达造成威胁。沐晨失败后，心中充满了绝望和愤怒，他终于明白自己再也无法回到我的生活中。我的坚定让他意识到，这一次他真的失去了我。随着沐晨的消失，我和季伯达的感情愈加甜蜜，我们终于能够专心的规划未来，享受彼此的陪伴。季伯达在工作中也因为我的支持而变得更加自信，两人一起进行着各自的梦想。某个浪漫的夜晚，季伯达带着我来到了我们初次约会的地方，深情地说，嫣嫣，现在我已经没有任何顾虑，我们可以好好享受这段感情，未来我们一起去迎接生活的每一个挑战。我微笑住点头，心中满是幸福。我会一直在你身边，我们一起创造美好的未来。最终，
我与季伯达步入婚姻的殿堂，举行了一场充满爱的婚礼。亲友们的祝福让我们的心更加紧密相连。未来的每一天都将是我们共同走过的旅程。婚后的生活充满了甜蜜与幸福，我与季伯达携手共度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。我们一起旅行，一起工作，还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大小事。彼此的支持让我们的感情更加深厚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和季伯达迎来了我们的孩子。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感到无比圆满。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，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幸福。我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。经历了人生的种种挑战，我和季伯达的爱情依然如初，无论年华如何流逝，我们都彼此守护住对方。在孩子的成长中，我们经常一起回忆起当初的相遇、相知与相爱，心中充满了感激。多年后，当我们已经白发苍苍，仍然手牵着手，漫步在熟悉的街道上，彼此的心中都有着美好的回忆。我微笑着说：“老公，谢谢你这些年的陪伴，我真的很幸运能遇到你。”季伯达看着我，眼中闪烁着深情的光芒。我也是，老婆，这一路有你，让我的人生充满了意义。在那一瞬间，我明白，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我们都能够携手走过，爱情将伴随着我们，直到永远。全文完。